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月3号星期六，假期要结束了。哎，今天特别奇怪啊！今天我看群里小伙伴说，田中先生说，中西选手今天带领一个35公里，所以为了这我还特意晚出来了，说6点半开始，但是现在已经过了6点半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日期了，不知道不是今天是明天就尴尬了。哦，要看错日期，我现在还没带手机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没法再确认一下。那这么着吧，等一会儿没有人，我就自己跑了。我估计是我弄错了。哎呀，小伙伴们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到啊，田中女士的摔伤恢复了。今天我给弄错了。我应该是看错日期了，没准是明天，也没赶上周六的早训练。今天周六的早训练是自由训练，因为这边是假期中。我开始下一组再跟大家解释啊。所以今天就改成了30个1分钟快慢，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。好快，3分11。是这么回事儿。今天我可能看错了，就导致我起跑也晚了，还想回去看香根一传的直播呢。而且自己练，如果我跑一个4分配速的30公里到35公里，其实不全是我的计划，因为下一场比赛这月底大阪半马了，就增加一些速度训练，就强度不要太大，但是也不能太低。下一组了，走，已经是第11个了。可以，3分15，前9个都不够快，前9个都3分20多。其实这个课对我来说，现在的状态跑3分10几，略微有一点点快。为了半马准备，就是跑这种课会稍微多一些。我未来这20天。其实没有20天了，真正训练可能只有15天认真练，就多侧重速度，这强度会再增加一点点。以前是平均每周2.5次，现在每周3次，
其实就2周的时间，就是培养自己的速度感，所以自己就调整了，做自己的教练。马上下一组，走。快到！还行，3分14。而且因为换了配4之后，一直在赛季，我其实同步到手表上的训练课不多。我那个自己配置过的30个1分钟快慢没同步进来，我直接用它的手表自己的间歇训练来自去配的，所以就随机应变。今天还带了能量胶，估计也不吃了，还带了水壶，估计也不喝了。因为这边的元旦跟咱们的春节是一个概念。行吧，我好好练，练完跟大家分享。到。到。哦，第2小组3分12。哦，还有最后一组，冬天就是会轻松一点儿。还没吃也没喝，但是冬天的坏处是觉得伸展不开，夏天的话差不多能进3分10了。还有10秒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走，还到。
3分08，可以。冷车回家。我7点40了，热身了3公里，到现在为止又跑了这30个1分钟快慢，跑了14.6公里，还是水一壶，完全没喝，赶紧穿上衣服回家跑。要慢跑回家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？就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半马和全马，还有冬训。就首先，半马和全马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运动。我说过很多次，很多小伙伴们也分享过很多次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半马基本上就和中跑区别不大。就要我这么分的话，我觉得，10000米和半马差不多，然后5000和10000米差的还是挺多的，然后3000和5000差的也挺多的，1500和3000差的也挺多的，它就是这么个感觉。跑1500就是全力冲刺，3000也是全力冲刺，5000就得稳一稳，10000米呢就得更稳一稳。但是你说半马和10000米整体的差距，除了更顶更累以外，差距没有那么大。就对我这个水平的选手来说，慢慢的，现在的好消息是，对我来说，全马和半马的差距也没有以前那么大了，但是还是挺大的，完全不一样。像这个月我要准备月底的半马，那速度训练、强度课就是不可避免的。同时呢，这个强度又和全马的不太一样。全马的强度课讲究的是，就是怎么说的水一点，就是提升全马成绩，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可能极限负荷没有那么大，但是呢持续负荷比较大。就比方说我们跑个像周六，今天如果我不跑这个，那就是跟大家一起20公里，差不多跑4分到4分10。然后呢，周3，比方说几个1公里或者怎么样。但是其实说实话，我们周3那个课表其实更侧重于提升半马成绩，因为时间太短了。就对于半马的强度课，其实更偏向我们周3那样，就是比方说12个400米。或者是15个1分钟快慢，或者今天我这种30个1分钟快慢。而如果你想偏向全马的话，差不多就是20个2分钟快1分钟慢。如果是变速跑，如果是间歇跑呢，差不多6到10个1公里，或者是像那天我跑的那个3个10分钟，或者是像3个5公里，以此类推吧。这种，或者像克林顿杨那种训练，那次我跑过一次，先是13公里，然后3个1600，这种会更偏向全程马拉松的训练，但是也有区别。比方说每个人的薄弱点不一样，或者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，或者是就是训练就能力的阶段不一样。差不多像我这样跑进2小时40之后，那更多的其实也是绝对强度，也是要拉绝对速度，也不一定就非得跑那种长间歇或者怎么样，所以它都是在不同的状态不同的调整，不是说一个训练就或者一个课表就适合所有的人。我可能说的有点乱，但是好些东西真的可能只能意会，我尽量把它表达出来。所以就是越低水平的小伙伴，比方说现在5公里刚刚跑到27、8分，那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训练对您来说都区分不出来。你说我跑轻松、有氧、阈值，还是节奏，还是冲刺，能差多少？差不了多少，因为你要真按你的那个配速去跑轻松跑，那就10分钟1公里了，那跟逛街差不多了。所以这个阶段就是没有所谓的有氧、轻松、阈值、间歇，你就是跑。
然后就能越跑越快。稍微快一点的小伙伴，比方马拉松，跑进4个小时了，那想提高怎么提高呢？这个时候你的速度不是门槛，因为马拉松跑进4个小时的小伙伴，跑1公里的间歇差不多4分出头了，4分可能4分左右了，甚至好一点的。但是为什么跑不快呢？速度耐力不行。那这时候多跑阈值，多跑阈值区间，甚至是阈值配速的，比方说6公里到14公里，因为这时候你可能跑你的 LTR 你跑不到，就是阈值区间，甚至可以贴着区间最慢的下限，这样去跑。你跑一个，如果你贴着下限，你就能一口气跑10公里、12公里、14公里，你这样慢慢你就提高了。然后再往后，那你想摸到3小时，想破3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时候就是阈值和间歇就要混着来了，但是呢偏向长间歇。所以有小伙伴问我说，现在想先全力练半马，跑2年再练全马，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，因为对大多数刚起跑的人来说，这些差别不大，也还是要就是这么说，速度耐力、肌肉耐力强了总没坏处。全马和半马虽然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运动，但是训练也不需要分得那么开。然后你再往后，你跑进2小时50了，或者你想跑进2小时50，就是4分以内的配速跑一个马拉松了，那就是大量的阈值和少一些的但是极限强度高的间歇。就比方说你的课就可以安排成每周的速度课可以是最长不超过1公里的间歇，或者是就变速跑就要比间歇少，还是间歇跑绝对速度拉起来。然后呢可以考虑就是长距离和阈值跑，每周就是隔1周1次，就是这周跑长距离，下周跑阈值跑，就是这样。因为4分以内就是要有速度基础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像我现在准备半马，说回来这个话题，那就是我得让我的身体对3分20多的速度不敏感。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这感觉。什么叫不敏感呢？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已经飞起来了，已经不稳了，已经极限了，你一看表3分25，那就叫敏感。如果你跑完一看，哎，我3分0几、3分10几，你还觉得差不多，那3分20多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很极限的速度。你不能说你的半马在一个极限速度下去跑，就半马对我来说就是能把我的 LTR 慢1到2秒，维持的时间越久越好，维持到19公里我就成功了。去年是这样，今年也是这样。因为去年的时候，我的 LTR 高师给我算得的是3分27，我那个半马是3分30多一点点。现在高师给我算的是3分26，那一方面 LTR 提升了，理论上说，我要是去年一样的状态，一样的比赛，我能快1秒，这是理论啊。然后再加上我让自己对速度不那么敏感，这样去年你看我慢了3秒5，比 LTR 平均，今年我争取慢2秒5，或者3秒。我争取能够在3分29秒到3分30秒之间的平均配速完成这个半马。这是一开始说为什么半马跟10公里差别不太大，然后跑10公里也就是3分，差不多3分27到3分30之间。现在有可能能再好一点点，但是理论上绝大多数普通人跑10公里可能跑不到自己的 LTR，差1秒。这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。今天虽然是个小意外，但是也挺有意思的。回家看电视。哎呀，小伙伴们都冻僵了，手拿着一瓶凉水，
又不舍得扔，回去给它喝了。今天的30个1分钟快1分钟慢还可以，意料之外的一场训练。昨天那个谁黑田朝日太厉害了，我不知道怎么练的，他们开玩笑说切广告的时候骑上了摩托车，真的太快了。哦，今天回去接着看看6区。昨天下雪了，昨天他们说东京下的挺大的，大阪都下了一会儿。就下午的时候太阳特大，然后突然就开始下雪，不是雨，对不起。行吧，那今天我们的大阪半马的备赛训练很顺利，还有差不多2周的备赛期，1周的调整期，还有好朋友来参加同一天的那个大阪国际女子半马，女子全马，对不起，这嘴。行吧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